上一讲我们学习到说，世尊时时着衣持钵，入舍卫大城乞食。我们学习到这里，继续往下看。于其城中次第其已，还至本处，饭食讫，收衣钵，洗足矣，敷坐而坐。佛陀于其城中，就是在舍卫大城当中次第起，重要的是次第。次第就是挨门挨户。佛陀自己起食，以及他给弟子起食所制定的一个重要的规矩，就是次第。不准隔门要，也就是不准嫌贫爱富，当然也不能嫌富爱贫，要平等心去起食。起到自己这一顿的数量够了，就不起了，但是最多只能取7户，这叫次第起。次第起已，就是起完了，还至本处。佛陀拖着起来的食品回到自己的修行的位置上。注意，佛陀给弟子们制定的一个起食的规矩是不能一边起食一边吃，必须拖着钵回到自己的位置上才能吃。出家人要显威仪。好，还至本处，饭食，你看才吃。饭食讫，讫就是结束，吃完了。收衣钵，把出门披的大衣跟起食的钵收起来。洗足矣，你看佛陀还洗洗脚。印度天热，出门都不穿鞋，所以佛陀到舍卫城起食走了一趟，一定脚上沾了很多的土，佛陀还洗洗脚。洗足矣，敷坐而坐。敷坐就是把座位整理好，然后坐下了。鸠摩罗什大师的翻译的本子语言非常简练，就是这么短短的2行字，把佛陀这一次起食描绘得非常的形象。大家可以注意到，金刚般若经是讲般若的甚深法门的经，是讲一部大法。可是在金刚经当中，佛陀示现的是一个极为平常的人的普通生活。也许暗示着我们，其实佛陀的甚深的法就在我们平常的生活之中。好的，讲到这里，金刚经的第一段圆满了。这一段可以理解为是金刚经的序言，向我们介绍了金刚般若法会的出席的人物，一个基本的情景。下边是金刚经的主体内容，开始了。看下一段。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拜佛言。这里边出现了一个人物，须菩提。注意，须菩提是个人名，梵文是 Subhuti， 所以须菩提可以理解为 Subhuti 这个名字的音译。须菩提是佛陀10个最重要的弟子之一，被称为解空第一。解就是理解的解，空就是性空的空，解空第一。大家想一想，金刚经是由解空第一的须菩提要站起来发问，给老师提问题。其实这就预示着金刚般若法门它的重点就是讲空的。佛经大凡都是这样的格式，就是有一天老师和哪些弟子在一起，一定是其中一个学生站起来向老师发问，
然后老师回答，弟子再发问，老师再回答。当然中间还穿插着老师反问学生问题，让学生回答，学生回答了，老师再做评价。佛经都是这样的，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这种对话题。那有没有学生没有问，老师自己就说的呢？也有，这个在佛经里叫做不问自说题，但这样的佛经占的比例极低，绝大多数佛经都是有一个当机的弟子站起来发问，而《金刚经》当机发问的弟子就是解空第一的须菩提，说长老须菩提，那么称须菩提为长老。那么佛的弟子当中称为长老，当然岁数大可以称为长老，但是称为长老的也不一定岁数一定大，而是非常的德高望重，非常的受人尊重，就可以成为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就是在今天的听法的弟子当中，即从做起，那么他站起来了，偏袒右肩，僧装是袒露着右肩的，右膝着地，单腿着地，合掌恭敬而拜佛言。印度人对一个人很尊重，他们是要合掌的，合起掌来恭恭敬敬的向佛提问题。大家看下一段，须菩提站起来提问了。他在提问之前，首先赞叹老师，昔有世尊，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首先他说老师稀有，这是赞叹老师。紧接着说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如来，这是鸠摩罗什金刚经译本里边出现的第三个对佛对释迦的称呼。首先称释迦牟尼为佛，前面称为世尊，这又出现了第三个词叫如来。如来是对佛的另外一种称呼。如来跟佛这两个词是替换关系，我们可以说释迦牟尼如来，说释迦牟尼佛，阿弥陀如来，阿弥陀佛。如来是对佛的另外一种称呼。那为什么称佛为如来？这个法义很深，今天我们先不讨论，留在后边的课程当中，我们找到适当的机会再讨论。所以如来跟佛这两个词是替换关系，可是我们中国老百姓在民间说有个佛叫如来佛，其实这种称呼是很不规范的。如来跟佛这两个词是不好叠用的，佛教里也没有一个佛叫如来佛。如来是对佛的另外一种称呼。当然在这里，这个如来我们可以说指的是释迦牟尼，当然在金刚经的这里，我们也可以理解如来可以指十方三世一切的佛。好，后边还有个词叫菩萨。菩萨我也要解释一下，菩萨梵文是 Bodhisattva， Bodhisattva 它是两个词组成的， Bodhi 和 Sattva。 Bodhi 就是觉悟的觉， Sattva 就是有情，就是众生。 Bodhisattva 合起来我们就译作觉有情。那什么是觉有情呢？里边有两重含义。第一，所谓觉有情，就是不断的努力的寻求自我觉悟的有情，感到生死轮回的苦，感到自己无明所障，我要打破无明，要解脱，努力寻求自我觉悟的有情，这是第一重含义。第二重含义，当他的觉不断的觉以后，他发现佛陀说这世界是原生的，这世界是无我的，
最后他发现哪里有一个孤零零的自我的觉，我的觉就是众生的觉，离开了众生的觉，没有一个我的觉。实现我的觉就是要实现众生的觉，离开了实现众生的觉，没有一个孤零零的我的觉。因此这些不断的努力寻求自我觉悟的众生，他发现自我觉悟只有通过觉悟其他的众生而实现。所以觉有情的第二种含义就是觉他。你看字典上解释什么叫觉有情，就是自觉觉他的有情。总而言之，就是一个不断的努力的正在修行历程当中的有情。Bodhisattva 这个词我们音译成菩提萨埵，喜欢念心经的朋友都知道，心经里有这个词，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菩提萨埵就是 Bodhisattva 这个词的音译。据说我们中国人上简，喜欢简单，我们总觉得菩提萨埵四个字念起来太绕嘴，因此我们自作主张的把菩提的提字删了，把萨埵的妥字删了，简称菩萨。好，讲到这里大家可以理解，如来是已经彻底觉悟圆满的，而菩萨还是在寻求觉悟的历程当中，修行的历程当中的有情。好，那什么叫如来善护念诸菩萨，善付嘱诸菩萨呢？善字面上理解就是好，但实际上它对应的梵文是巴拉玛，因此这个好不是一般的好，是最好，是最好的护念，最好的付嘱。所以在这里的善是最好的意思。那什么叫护念诸菩萨，付嘱诸菩萨呢？护念就是护持，玄奘译作摄受。那么付嘱就是嘱托。依照印度的古德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所谓护念诸菩萨，佛陀护念的菩萨是指佛陀在说法的时候根性已经成熟的菩萨。佛陀在说法的时候对这些根性已经成熟的菩萨是有着最好的护持，最好的摄受的。那么善于付嘱诸菩萨，这里的菩萨是指佛陀说法的时候他们的根性还没有成熟。佛陀对这些个当他老人家说法的时候根性还没有成熟的菩萨，那么他老人家涅槃以后对这些菩萨有着最好的嘱托，最好的付嘱。所以这两句话就是佛陀如来对根性已经成熟的菩萨在说法的时候给予最好的摄受护念，对于根性尚未成熟的菩萨，佛陀涅槃以后给他们以最好的嘱托。那么这一段话有哪些要点呢？第一个要点就是这一段话是须菩提对老师对如来的赞叹。第二，他赞叹老师善于摄受，善于付嘱菩萨，也就是佛陀对菩萨是有着承担着巨大的教育的责任。那么印度的古德管这个叫佛种不断。佛陀的教法之所以能够传承不断，都是在佛陀的威神之力的加倍之下，是在佛陀的护念跟付嘱之下。所以印度古德把这一段理解为佛种不断。第三个要点，既然须菩提赞叹说如来善于护念菩萨，善于付嘱菩萨，那么好的，今天我就代表这些菩萨们向老师提一个问题。继续往下看，须菩提给老师提什么问题呢？须菩提说，世尊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
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善男子善女人，从字面上看就是好男人好女人。其实善男子善女人在佛典当中啊，它多指那种出身高贵有教养的青年男女，叫善男子善女人。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就是对佛陀的教法具有善根的男子女人。当这样的男人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呢？这里面出现一个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其实这个是一个梵文词的音译，是 Anuttara Samyak Sambodhi。 这个词有点长，主词就是 bodhi 觉，前面不过是 bodhi 的三个定语。第一 Sambodhi， 这个觉不是一般的觉，是正觉。Sambodhi 佛教翻成正觉。那么获得正觉的是什么人？阿罗汉就可以。修小乘佛教的阿罗汉可以获得 Sambodhi， 但是从大乘佛法上讲不够，要 Samyak Sambodhi。 Samyak 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是普遍的，所以这个觉还得是普遍的觉，也就是不是我个人的觉，是一切众生的觉，是遍一切处的觉。这个词我们在佛教里有时翻译成遍，就是普遍的遍，或者翻译成正等，正等就是等持平等，遍一切处。那么 Samyak Sambodhi 的境界就是菩萨的境界。前面还有一个定语 Anuttara。 Anuttara 这个词的基本含义是最优秀的，佛教译成无上。这个觉是无上的觉。大家想一想，这个觉无上了，从大乘佛法来讲是谁的觉？是佛的觉。所以 Anuttara Samyak Sambodhi 音译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意义就是无上正等正觉，这就是佛的觉。因此在大乘佛法里边说我要成佛和我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两句话是画等号的。那么须菩提给老师提的问题就是，如果有善男子善女人发了一个要想成佛的心，那他应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